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怎么样去更换家用的这种洗手台。这个呢是我前不久安装的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洗手台，是在 IKEA 买的。原来呢这里呢是一个叫做 Wet Bar， 是一个小酒吧。更换洗手台的工作呢，很多时候它面临着一个难点，就在于你需要改装上水和下水，因为新的洗手台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到你之前的那个上下水的位置。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上水呢，上水阀呢，这种供水阀呢，有可能时间长了它会老化，它的密封圈会老化，然后呢它有可能会漏水，这样呢你就面临一个更换的问题。这个呢实际上在北美这边是属于 plumber 的工作，也就是水管工。plumber 呢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呢也是很多 house owner 感到难以应付的一个地方。在这边你请一个 plumber 上来，实际上还是挺贵的。那么就我的经验看来呢，作为 house owner，你还是可以通过 DIY 的方式能够完成这样一个 project。那么首先呢，这一期的视频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改装这个洗手台的上水，也就是 water supply。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您还没有订阅，请点击下面的红色的订阅按钮，这样呢你就不会 miss 这些非常实用的家居 DIY 的内容。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water supply valve 的几种类型。那么首先呢，它有几种形状，有一种呢，它叫 straight bore。straight bore 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供水的一端头和这个出水的端头实际上是180度，是 straight， 所以呢，它叫 straight bore。还有一种呢，叫做 angle bore。angle bore 呢，实际上是供水的一方和这个出水的一方它是90度角。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呢？主要是，这个管道是从墙里面出来的。如果是从墙里面出来的话，你需要选购这种 angle bore， 因为很显然，这样，然后这个是开关，然后水从这里进来，然后从这里通到那个水龙头。然后如果有一些水管呢是从地板上伸出来，你就需要选这种 straight bore， 是这样一种构成。然后这里是开关，然后这里的小水管连接到那个水龙头。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注意看一下你的 roof in 是从地板出来的还是从墙里面出来的，这样呢不要买错了。我的这种水管呢，它是从地板下面伸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它是从地板伸出来的，所以呢，我选用的是 straight bore。另外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 supply valve 有几种种类，那么我这里呢就有4种种类，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种呢，它叫做 compressor valve。这 compressor valve 实际上呢，它是通过这种压迫这种黄铜的橄榄形状的一个密封圈，把它压紧以后呢，它会紧紧地箍到这个水管上面，这样呢产生一种密封的作用。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家居用的一种供水阀门。那么原因呢，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具体的分析。那么这种呢也是挺常用的，有一些老一点的 house 会用。这种是焊接的，这种是平的，它是通过焊在这个铜管上面，通过apply 一些这种 flux， 然后是焊锡。这种呢是最近几年非常流行，它叫做 shark bite 或者 alligator bite，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里面有一个塑料的一个 fitting，
这个插进去以后非常简单，这个好处就是安装起来非常的简单，就往里一插就行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像一种鳄鱼牙齿一样的部件，它会紧紧的固定住这个水管。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呢，它是这种 Pexi 管道专用的。铜管呢是不可以用这种的，它就是这种塑料管，把它装上以后，然后用一些clamp 把它夹紧就可以了。好，那么这几种阀门呢，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是只能用 Pexi， 只能用塑料管。那么这种呢，只能用铜管，因为 Pexi 你是没有办法焊接的，它是不能够承受高温的。那么剩下两种，这种 compressor 和这种 shock bite， 那么是两种都可以用的，因为它们基本上是通过物理的这种压力，把这个密封圈把它压到这个管道的周围，只要这个管道的尺寸是符合的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如果你们家需要换的这种 valve 是这种焊接的，如果是一种焊接的话呢，这个焊接的这个阀门你是非常难把它取下来的。做法呢可以是把它重新烧热以后，这个焊锡化掉以后呢，再用一些锤子之类的把它敲下来，这个非常难以把它取下来。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直接用这种水管的 cutter， 这种铜管的这种 cutter， 把它直接卡下来。像我的这个水龙头的上水呢，之前呢它是拐了一个90度角伸出来，那么显然呢，不符合我这个新的这种洗手台的要求，因为新的洗手台非常的小，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卡断。当然，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 house 的 water supply 把它关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我准备卡另外一根水管。慢慢的把它拧紧，要注意，一定要非常的平衡，这样呢，你就会有一个 clean 的直角的一个 cut。好，慢慢的把它继续的加紧，一般转2圈就可以再紧一点。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卡痕越来越深。好，继续。因为管道里有很多水，因为这个地方水位比较低，所以它会流出来。所以在你关完水闸以后，要把最低的水龙头和最高的水龙头都打开，这样呢可以让那个管道里的水把它放出来。焊接的水阀呢，首先如果你家是一个铜管的话，你可以考虑这种水阀，但是这种焊接的这种做法呢，非常不容易，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术。首先呢，你需要 handle 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呢，还需要在一些有限的空间下面，这个非常难以把握。另外呢，这个焊接的一个好处呢，它就是它非常的耐用。这种焊接的基本上可以保证60到80年，它不会坏。但是呢，很多 house owner 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这个做起来比较难一点。而且如果你焊了以后打开没有成功的话，发现有一些漏水的话，那么非常麻烦，你需要把它重新再烧热，把它重新取下来，也重新打磨，非常的麻烦。那么这种呢很简单，就是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水阀呢，你想把它取下来也挺麻烦的，它需要一个专门的工具。然后这个呢我试过，
它需要压迫这个位置，这样呢，它那个咬住水管的部分会松开，非常不容易取下来。另外呢，这种水阀比较贵，它的成本大概是这种 compressor 或者这种焊接的至少是1倍左右。所以如果你家做那种比较大规模的装修的话呢，这个也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这种 compressor 的水阀。首先它非常经济，然后非常实用，然后也很 reliable， 而且取下来非常的容易。它取下来呢，就是跟上去是一样的，就是用扳手把它松掉，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取下来。而且呢，这种水阀呢还可以 reuse 的时候呢，你需要换的就是这种垫圈，黄铜的垫圈，每次换一个新的垫圈，你就可以 reuse， 所以非常的方便，而且经济。对于 house owner 来说 ，DIY 的话，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家里面换这种 water supplier， 基本上我都会选用这种 compressor 的水阀。下面我讲一下你卡这个管道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卡面要非常的平直。如果这个卡面出现了一些歪斜，或者是如果是铜管的话，如果这个断面有一些变形的话，那么你施工起来就会遇到麻烦，因为不管你是用这种焊接的，还是这种 compressor， 还是这种 shock bite，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管道是非常圆的，没有出现变形，然后非常的 straight，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当你卡管道的时候，我非常建议大家用这种工具，是专门卡铜管用的。有些人也用那种小钢锯来锯，但是呢，我不建议使用那种方法，因为那个呢操作起来非常不容易做得好，而且呢，它卡的断面有可能会没有那么整洁。这个呢用起来非常方便。另外这个工具呢有不同的尺寸，那么我建议大家选用这种，如果你只买一个的话，你选用这种最小的这种尺寸，因为经常你在 cabinet 里面施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太大的话，你是很难操作的，因为空间非常的有限。这种 compress 的这种阀门呢，安装起来非常简单，用2个扳手，一个扳手呢固定这个阀门的本身，另一个扳手顺时针方向上紧这个 nuts 就可以了。这个可以个人感受一下，用一点力，基本上觉得这个比较紧了，就可以开水测试一下。如果你发现有一点慢性的渗漏的话呢，也没什么紧要的事情。你再把它紧一点，一般这个渗漏就会停止。这个也是这种阀门的一种最大的好处。如果其他的阀门像这种焊接的，或者这种 shock bite， 如果有渗漏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焊接的要把它重新取掉，然后这种呢可能是里面哪些东西出了问题，所以可能要换一个。有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要施加一些防水胶布或者是一些 compound， 但是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的原理它不是通过这个螺纹拧紧了这些螺纹来密封的，并不是这样，而是通过压迫这个密封圈，让它呢轻微的变形，把它紧紧的压在这个管道上面，管道壁上面，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密封的。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相信你应该已经了解了怎么样去更换家具的这种洗手台的供水阀门，尤其是这种 compressor 的这种阀门。那么感谢您的收看，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赶快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接下来2期呢，我可能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更多的内容，例如怎么样去安装这个洗手池的下水，和怎么样安装这个水龙头。好，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看。